美国总统拜登17号表示，美国官方怀疑这3个气球可能是用于研究、气象、娱乐或者商业目的的民间机构或企业普通气球，与中方并无关联。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伊利诺伊州一家业余气球爱好者俱乐部表示，他们的一个微型气球在上周失联了，很可能是被美军击落的3个不明飞行物之一。美国气球爱好者们每天都会放飞数十个这样的气球。美国航空周刊网站报道，2月10号到2月12号被击落的3个不明物体的描述都与小型、微型气球的形状、飞行高度和有效载荷相吻合。这些气球通常是业余爱好者、教育工作者和科学家使用，每个售价12到180美元，具体价格取决于型号。据悉，这类气球虽然价格便宜，但能在空中停留长达1年的时间，并进行环球飞行。也就是说，美军出动 F-22发射了近44万美元一枚的响尾蛇导弹，击落了一枚价值12美元的气球。美方连续击落气球也引起了联合国的注意。联合国新闻网站17号援引数据表示，每一天，全球近900个地点会释放自由上升的乳胶气球，其中约100个由美国释放。地球上空飘荡着1000个这种气球，用以收集实时气象信息。世界气象组织指出，气象气球一直是全球观测网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法国军事学院战略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沙红指出，没有必要用高空气球来获取情报，这几乎是全球军事界的常识。美国的气球政治秀至今已上演了大约半个月，这起普通的意外偶发事件被复杂化，升级成高射炮打蚊子的政治表演。新加坡联合早报指出，这一事件凸显中美信任的脆弱，但中美之间有许多宏大的议题需要坐下来谈，不应再让气球事件损害中美政治议程。央视国际锐评指出，中方态度很清楚，中美之间出现问题并不可怕，关键是有没有妥善处理问题的诚意和能力。如果美方想给气球政治秀收场，就请拿出真正的诚意来，不要再因国内政治需要做出荒唐无稽的事情，不要再让一只流浪气球带偏了中美关系。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卫。吴先生你好。中央外事委办公室主任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进行非正式接触时讲了重话，如美方执意借题发挥，中方必将奉陪到底。那您对此有何解读？是的，同迪，中方释放的通稿信息量十分巨大，规格展现态度，辞令折射情绪。我合理推测，在美方拿出诚意改正错误之前，针对飞艇事件，美方的过度反应、滥用武力、借题发挥，给中美关系造成的伤害及对应后果会持续发酵。这种伤害不是美方一边耀武扬威的秀了一把 F-22战机打靶，一边说想要 move on 就能简单糊弄过去的。这事儿在中方看来还远没有到翻篇的时候，一言以蔽之，美国不地道，中国不高兴，必须改弦更张，给我们一个说法。对于中美这场发生在德国慕安会的场边接触，我更愿意用 side show， 也就是插曲来描述它。但在美方释放的通稿中，我却品出了更丰富的意涵。美方确实是在借题发挥。结束过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办公室第一时间发布了通稿，标题采用了 meeting with 会见王毅。美方试图装作这就是一次正式的外交会晤，我逐渐嗅到了动机不纯的味道。果不其然，在对方的描述下，布林肯活脱脱一个美国队长，把飞艇事件、俄乌战争、朝鲜射导都 Q 了一遍。事后，布林肯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采访时大谈所谓捍卫美国主权，强调所谓绝不能再发生，让我清晰地意识到，直到今天，拜登政府还在拿飞艇事件作秀，玩的还是那套民主党与共和党谁对中国更强硬的斗狠表演，分明就是借题发挥，这就很没有外交品格了，丝毫不像一个超级大国在世界舞台上该有的样子，倒是像极了互联网上争风吃醋的过气网红，堂堂美利坚何至于此呢？王毅在慕安会主旨演讲答问环节也回应了论坛主持人气球事件的提问，那他的回答又传递了哪些关键信息呢？王毅的回答，我认为值得让世界各国更多人听到。他首先非常耐心地将飞艇事件的来龙去脉向现场的观众进行了详细梳理。他指出，美方的行为匪夷所思，近乎歇斯底里，
是100%的滥用武力。地球上空每天都飘着很多气球，难道美国都要打下来吗？这种做法不能证明美国的强大，而是恰恰相反。其次，王毅非常点穴地指出，我们奉劝美国不要再出于国内政治需要，在对外打交道的过程中做出这种荒唐的事情了。这句话点破了飞艇事件美方过度反应的根本动机。在飞艇事件刚刚发生那几天，我曾评论到，美国两党恶斗的外溢效应已经严重影响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制定，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劫持了美国政府的外交取态。如果美国只要一到选举季就把中国这个靶子竖起来攻击一番，政客上台之后不思修补中美关系，变本加厉的恶性竞争再收割一波注意力，那中美关系又怎么可能回到正常健康的轨道上来呢？一个伤口反复破损，迟迟得不到愈合，长久下去不仅留疤，还可能会癌变。我希望拜登政府的歇斯底里只是对美国政坛某种表演型人格的拙劣模仿，可千万不要演着演着把自己、把整个美国都绕进去了。俄乌冲突再次成为慕安会的焦点，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就此发表极具煽动性的演讲，北约多国强调原武器的重要性。然而，冲突何时才能结束，好让欧洲重回发展经济的正轨，也令会场萦绕着一股焦虑气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表示，中国将继续站在和平一边，站在对话一边，并强调劝和促谈，推动危机政治解决，而非拱火浇油。慕安会期间，在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非正式接触中，王毅强调，在乌克兰问题上，中国坚持原则、劝和促谈，一直发挥着建设性作用。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在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基础上，是两个独立国家主权范围之内的事情。我们从不接受美国对中俄关系指手画脚，甚至胁迫施压。美国作为一个大国，理应推动危机政治解决，而不是拱火浇油、趁机牟利。此前一天，王毅也就乌克兰问题阐明中方立场。中国不是乌克兰这场危机的当事者，但是我们并没有袖手旁观，我们也不做火上浇油的事情，我们更反对趁火打劫。中国做的，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就是劝和促谈。我们将坚定地站在和平的一边，站在对话的一边。王毅强调，这场冲突不应再继续下去了。再过几天就是乌克兰危机1周年，中方将发表一份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立场文件。这份文件将重申习近平主席的重要主张，包括各国主权领土完整都应得到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都应得到遵守，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都应得到重视，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得到支持。我们将重申核战争打不得也打不赢，我们也呼吁保障民用核设施安全，反对攻击核电站。我们还将倡导共同反对使用生化武器。王毅强调，形势越是复杂，越需要采取冷静务实态度；战火越是严荡，越不能放弃争取和平的努力。中方希望与各方一道，继续致力于和平努力，争取早日实现和平。而美国却在慕安会继续火上浇油。Their actions are an assault on our common values, an attack on our common humanity.舆论认为，哈里斯的演讲老调重弹、意识形态作秀意味十足。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安东诺夫当天批评，华盛顿正试图通过指控俄罗斯危害人类罪来妖魔化莫斯科，并煽动乌克兰危机。毫无疑问，华盛顿发动此类袭击的目的是为自己助长乌克兰危机的行动辩护。值得注意的是，本届慕安会拒绝俄罗斯参加。智库机构美国视听声中心则发文指出，这样安排令慕安会失去了敌对国之间对话平台的价值。文章认为，今年俄罗斯和伊朗的官员缺席了1月在瑞士举行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他们没有受邀参加将于本周末在德国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这样的局面令人遗憾。
慕尼黑会议标榜自己是围绕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挑战展开高级别辩论的独一无二平台，但是代表着其中一种挑战的国家却没有外交官出席会议，这不大可能有助于化解这些挑战。虽然慕安会主席克里斯托夫·霍伊斯根辩解称，不希望慕安会成为俄罗斯开展宣传的讲台，但欧洲内部就俄乌冲突的分歧正在扩大。18号，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发表年度国情咨文时，再次呼吁欧洲国家不要与俄罗斯断绝联系。Ezért fenntartjuk gazdasági kapcsolatainkat Oroszországgal, sőt ezt tanácsoljuk az egész nyugati világnak.Mert kapcsolatok nélkül nem lesz sem tűzszünet, sem béketárgyalás。不少欧洲舆论承认，现在北约国家已经事实上参战。外界注意到，俄方在慕安会之前表示愿意与乌方和谈，但遭到拒绝。来自爱尔兰的欧洲议会议员米克·华莱士对此表示遗憾。华莱士还在一场议会辩论中表示，不可饶恕的是，西方领导人是多么乐意确保这变成一场没有尽头的战争。他还对潜在的核战争风险表示担忧。Western leaders are to ensure this becomes a war without end. Instead of calls for ceasefires, dialogue and peace talks, we are deepening Western involvement in the war with no apparent concern for the repercussions. Experts on both sides of the ocean say that this was madness and will lead to a possible breakout of nuclear war. Zelensky has been making the rounds, begging for more weapons, but not one word to say about peace.而在慕安会举办的城市慕尼黑，也不断有德国民众抗议俄乌冲突外溢效应已经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生计和欧洲前途。他们呼吁慕安会讨论和平谈判的路径，批评美国和北约不断拱火。Demos sind ja heute 20 Demos in München, die meisten mit dem Thema Frieden. Die einigende, übergreifende Meinung, dass man eben nicht mit einer Kriegseskalation den Frieden erzwingen kann. I think they do not talk much about peace, just about more weapons. I think they provoke much more aggression, and and therefore nobody would calm down, would think about rationally, just more emotionally, and therefore all the things would escalate, in my opinion.美国首都华盛顿也将于当地时间19号举行大型集会，数千人将前往白宫附近游行，呼吁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乌克兰危机，并要求美国政府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游行者的诉求包括不要再为乌克兰战争投入1分钱、解散北约、削减国防预算等。他们认为，美国人已经厌倦了政府花费巨额资金支持乌克兰，却一直忽视自己国内的问题。美国正在变成一个失败的国家。根据18号公布的战况，俄军继续在多个方向打击乌军人员装备。乌军则称，他们对俄军目标进行了打击。乌方还称，俄军集中主要力量在库皮扬斯克、巴赫穆特、阿夫杰耶夫卡等多个方向发动进攻。过去几周以来，俄罗斯加强了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的攻势。不过，各方预计的俄军真正的新一轮大规模攻势目前尚未展开。有报道称，相关攻势可能在3月进行。乌东战略要地巴赫穆特将是双方争夺的首要目标。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不允许乌克兰向后退，支持和参与的力度在逐渐增大，而俄罗斯也在扩充武装力量。目前双方的情况是，短期内谈不了，打不赢，也退不得。俄乌战事在短期规模和烈度继续升级已成必然。他们其实对这个欧洲的未来的这个前途，其实仍然还没有一个很清楚的、很真正可行的这样一种路线图。这应该说乌克兰危机对这个欧洲来说，它本身是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震撼，因为在此前呢，这个欧洲国家是难以想象说，在这个欧洲的土地上会重新爆发一场这个这么大规模的热战的，还没有看到他们真正为这个解决和结束这个危机来找到一个合适的药方。